他穿条短裤，穿个奶罩来敲我的门。他看到我老婆没有在我身边呢，他是勾引我。当一个灭门杀人犯为了能减轻罪责，究竟能编造出多么离谱的故事？得亏上面的法官是专业的，不然笑喷场面多少有些难绷。凶手叫曾发火，1963年1月生，是个小学毕业的高端人才，平常最喜欢去不正规按摩店。案发时间2012年12月24日，地点浙江金华市孝顺镇南仓村。这天清早，1楼租户老王正打算来一泡清晨尿，却忽闻2楼传来孕妇阵阵惨叫。因为生性胆小怕事，老王没敢上楼查看，而是急忙喊来60岁的房东大猛男。当猛男扒开窗户往里看的时候，也被吓得来了泡清晨尿。当民警推开屋门的时候，强烈的血腥气扑面而来。角落的木床上躺着2具浑身是血的尸体，床头是一个2岁幼童，脑袋像是一个被砸烂的西瓜。床尾是一位年轻孕妇，身中20多刀，脑袋也成了碎西瓜，而腹部也被尖刀贯穿，肚中孩子也不能幸免于难。可怕的案发现场让多年经验的老刑警都脊背发凉。房东告诉民警，这间房子的住户共有3人，孕妇的婆婆也住在这里。一大清早，儿媳与孙子死状凄惨，而婆婆却不见了踪影，她能去往何处呢？总不能是畏罪潜逃吧？就在这时，隔壁上锁的房间引起了民警注意，破门而入，发现失踪的婆婆就躺在一片血泊中，也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。房东告诉民警，婆婆所在的房间租给了一个叫曾发火的男人。按照目前所掌握的证据，这个男人很有可能就是凶手。一队民警带上武器去寻找曾发火，另一队民警去找邻里调查曾发火为人。可没想到，村民们统一给曾发火竖起了大拇指。但要知道，在农村得到这种评价的只有2种人，一种是真的大好人，这种一般很少；另一种是你真的很好欺负。案发第4天，民警在山里找到了逃窜的曾发火。在庭审现场，曾发火对杀人一案供认不讳，可当提及作案动机时，他的发言却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。他穿条短裤，穿个奶罩来敲我的门。他看到我老婆没有在我身边呢，他是勾引我。曾发火告诉法官说，自己邻居是一位孕妇与1名幼童，原本对方与自己井水不犯河水的，可是1个月前对方婆婆突然到来，让她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。曾发火自信地说，婆婆在看到自己的第1眼就狠狠地爱上了自己，不仅媚眼如丝，还小动作不停，不断诱惑自己这个无敌大美男。随后在一个月黑风高万里乌云的夜晚，隔壁婆婆身穿清凉衣服，依着门框摆出妖娆的姿势，对着英俊帅气的自己不断放电。曾发火说自己临危不乱，淡定地询问婆婆所为何事，随后没等婆婆有所反应，就直接关上了大门。曾发火说，因为对方爱自己而不得，就决定换一种霸道的方式，所以今后的每一天，婆婆晚上都会来骚扰自己，为了引起自己注意，还时不时大力敲击铁盆。因为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，导致曾发火白天干活都不利索了。于是他上门理论，让对方不要再纠缠自己了，我们之间没有结果的。没成想婆婆因爱生恨，每晚都把电视声音开大最大，让曾发火无法睡个好觉。与此同时，曾发火还向法官透露说，自己与婆婆的关系绝不简单。他说，为了换取平静的生活，他把自己的身子奉献了出去。后来自己身子实在是顶不住了，就决定搬家离开。谁知婆婆得知消息后，竟直接在凌晨破门而入。此时曾发火内裤都没穿，婆婆直接来了几个大耳光，说敢搬家就杀了你。曾发火说自己面对死亡威胁害怕极了，于是连忙拿起早就准备好的锤子反击。这合情合理对吧？将婆婆脑子砸成西瓜后，又跑去隔壁将孕妇与孩子也一起解决，因为怕婆婆一人上路孤单，送3个人去陪她也合情合理对吧？面对曾发火的胡言乱语，法官认为十分不合理。在中场休息的时候，记者询问死者家属的看法，婆婆丈夫表示不能理解，你自己也不照镜子，我老婆怎么会看上你这个黑皮矮冬瓜？你说我老婆勾引你，这个事实你真话，我如果要比我有钱，比我长得帅一点，就我们说土话说帅一点，我这完全还理解。藏你没有藏，财气你没有财气，这个是完全无稽之谈。
一旁婆婆的女儿也怒骂曾发火猪狗不如，在残忍虐杀自己母亲后，竟如此糟蹋母亲的名声。中场休息结束，下半场刚开始，公诉人就愤怒地反驳曾发火，他的这些无耻言论全是为了给自己脱罪的言辞。因为曾发火刚被逮捕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说的，事情的起因是一台电视机，因为孕妇的耳朵不好，所以每次看电视时声音开的都比较大，而2岁幼童的玩耍声更是吵闹，这里的隔音又聊胜于无，这就导致隔壁的曾发火每晚都备受折磨。当他上门理论的时候，对方总会说下次注意，但每晚却依旧吵闹。愤怒之下，每天午夜时分，曾发火都会猛捶空的油漆桶，将睡着的婴儿吵醒。从此之后2家就是杠上了，每晚曾发火准时敲铁桶，婆媳也准时调大电视音量。随后曾发火也买了个2手电视，每天上班前就会打开电视，把声音开到最大。案发那天凌晨，曾发火的电视机再一次吵醒孕妇和孩子，婆婆大怒踹门进来与曾发火理论，而愤怒的曾发火也早就准备好了锤子与尖刀，杀害婆婆后不觉得解气，又冲向隔壁杀害了孕妇，接着又看到了2岁的孩子，曾发火拿起铁锤狠狠地砸了下去，完事后还不觉得解气，又拿起尖刀在孕妇身上连捅20多刀。后来法医发现2岁幼童身上也满是刀痕。如今真相大白，曾发火也不再编故事，老老实实地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过程。在此期间，看不惯曾发火的小舅子也站出来补刀说，曾发火是个好吃懒做的人，同时他还酷爱赌博与不正规洗脚城，每次的工钱他全都投入这些不良爱好中，整个家庭全靠他媳妇养着。最后的判决干净利落，曾发火死刑。人间不只有爱，恶魔就在身边。关注我，了解更多人间暗处的危险，看清黑暗，远离黑暗。